小马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他每天的生活都一样，7点起床，坐地铁上班，中午吃饭看手机，下班回家点外卖，看视频，然后睡觉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每天都很相似。一个周五晚上，天气很热，小马加班晚了，没赶上平常的地铁。他决定走路回家，顺便买点夜宵吃。小马走到一条他不认识的小吃街，街上有烧烤的香味，很热闹。走着走着，他看到一家小钟表店，店里很干净。透过玻璃，小马看到一个银色的怀表，虽然表面有个裂缝，但还是很漂亮。这表真特别，小马想。他推门进去，门上的铃铛响了。店主是个老爷爷，他坐在椅子上，笑着说：“欢迎，看看喜欢哪个表。”小马拿起那个怀表，可是手滑了，表掉在地上，又多了一道裂缝。小马很不好意思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赔钱给您。”老爷爷却笑着说：“没事，这表放了20年了，送给你吧。有些东西就是在等对的人。”小马带着怀表回家，他躺在床上仔细看这个表。当他转动表上的小旋钮时，周围的东西开始变化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回到了昨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马很惊讶。他看了看手机和怀表，确定这不是在做梦。试了几次后，小马明白了，这个怀表能让他回到过去，但只能待1个小时。小马突然有了个想法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去彩票店记下了中奖号码，然后他用表回到过去，买了同样的号码，但是中奖号码变了。小马又试了几次，结果都一样。他明白了，他不能改变谁会中奖，只能提前知道结果。慢慢的，小马懂了，这个表不能改变未来，只能让它回到过去。一天晚上，他在公园看夕阳，想到也许这个表是让他重新体验过去的重要时刻。他想起了去年生病的外婆，那时他太忙，只在医院待了半小时。小马用表回到那天，这次他坐下来，认真听外婆讲她年轻时的故事。他还想起了大学时喜欢的女生，那时他太害羞，没跟她说过话。这次回去，小马勇敢地跟她打招呼。虽然最后他还是和别人在一起，但小马不再后悔了。小马开始用这1小时做更多好事，陪伤心的朋友聊天，给父母准备生日惊喜，帮助差点被骗的老奶奶。有一天早上，那个神奇的表停了。小马摸着表上的裂缝，明白了老爷爷的笑容是什么意思。从那以后，小马的生活看起来没变，还是每天上班，住小房子，坐地铁。但他的想法变了，他开始多和人聊天，每周给父母打电话，也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小事，咖啡的香味，蓝天的颜色，可爱的猫和狗。晚上，小马常常看着那个停了的表想事情。月光照在表上，那道裂缝发出温柔的光，就像老爷爷的笑容。